大家好，今天终于要来把这两样东西装上去了，空气流量计跟含氧感知器。今天没什么太阳，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看得清楚。我到最后我是拿那个有点，那好像是喷射，就是一罐的那种去渍油，冲洗里面，然后我不知道这样能拍出来，它里面的颜色跟外面其实一样，然后那些细小的碳灰，这样看起来应该算是有洗干净的了。然后今天就来见真章，因为这个东西要么就是脏了，要么就是坏掉了，要么就是别的地方还有故障，造成我的怠速不稳，然后碳粉很多，然后会发作的时候会稍微的排黑烟啊。那我就先把它装上去了。那装的方式，稍等一下。那安装，其实这个东西都算好拆啦，只是看需不要使用很大的力量而已。像空气流量计，我前几篇有讲到嘛，一种就是它的空气滤清盒跟这一块是分开的，你可以单独拆这一块起来，但是空气流量计就是跟这个是一体的。那像铁瓦、伊萨姆这种，我这种它可以单独把这个拔起来。那我那一篇我说小螺丝要记得不要搞丢了，所以我的螺丝是放在上面。然后你拿下来之后要记得哦，你的小垫片要跟着，你不要螺丝有的这个挖下会掉哦，所以你要拿螺丝的时候要记得挖下不要掉了。2颗先放好。我忘记不知道谁说什么，为什么螺丝不用白铁的比较不会生锈？问题是，以车辆维修来讲，有些螺丝真的没办法做白铁。它不是说不想花那个成本，而是像有些螺丝掉进去的话，你要怎么解？你只能拿那个磁铁的那种吸棒下去把它吸起来。如果你为了捡一个小螺丝，你还要把一大堆东西都拆掉的话，那更不符合实际效益。像有时候修引擎，螺丝掉到曲轴旁里面，刚好卡在上面，你夹子又不够长，然后一些有的没有的，你只能拿磁铁那个吸棒下去吸。因为里面欧林，所以你在装的时候稍微摇晃一下，让它那个橡胶圈欧林可以很均匀的塞进去，不要硬压。你硬压的话，有可能会把那个胶圈塞不进去，然后压变形。然后我之前有讲过，只要是这种2颗的，都一定是轻轻的锁，先均匀的把那个平面锁出来，就轻轻的锁就好了。然后再稍微的转紧一点点，然后平均的加力。这个不要锁太紧哦，你如果锁太紧的话，你可能会把它锁那个，因为它毕竟外面是塑胶，然后铜的螺母坐在里面，你硬锁的话可能会把这个锁裂，整个就跟着空转。哦，蚊子好多。再把接头接回去，插头接回去，这空气流量计就装好了。然后我们再装含氧感知器。那含氧感知器的安装，我还是都会习惯喷一点点润滑剂在螺牙上。
因为有的人是说可能要抹那个，他说可以耐高温，然后防止螺牙咬死。但是我冰箱那个到最后也是全部都咬死了。在锁的时候，记得寒阳感知器在转，你电线要跟着转哦。不好意思，手上有点油，然后稍微握不住。然后没有防烫盖的话，就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。我可能防烫盖，我可能会先选择不装，因为螺丝我还没有找到比较适合的。反正我就算要装防烫盖，这个一定要先装，然后再慢慢放回去。这个可能就看上一片咯。然后像活动扳手在使用上一定要记得，你一定要把螺丝夹紧，你放进去以后要稍微顶一下，然后左右摇一摇，确定它都不会摇晃以后再吹，它比较不会滑掉。要不然很多人拿活动扳手去锁螺丝很容易滑掉，就是因为你都没有在时时刻刻的调整它的松紧。我现在快锁紧了哦，所以你看我开始在摇晃螺丝，再稍微的处理一下。现在已经是有紧，我只是先确保一下。好，这样就锁紧了。电线接一下，插头插一下。这种插头都有防呆，所以不用担心插错，你只要确定有插紧就好了。然后现在就来见真章了，我们来发动看看。然后最后就是再检查一下拆掉的东西有没有装好，然后就大致可以发动了。那我先说一下，因为我在车的状况就是，我只要发动，冷车怠速自己提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好像不太会，都是车稍微热一点点以后才开始会，而且它不是持续性，它都是一阵一阵的，时间都不固定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发动吧。
目前这样看起来很稳，而且排气管的声音有比较感觉好像正常一点。因为我现在转速还是在冷车阶段，它有提速，现在是1000出头。现在是1000，然后目前还没有发生抖动的状况。有没有在烧黑烟？但是味道有比之前好很多，可能他现在在烧其他的那些碳粉，在烧那些东西。那我们先等它冷车结束，怠速稳定以后再来看。目前怠速已经掉下来了，但是它是有点偏高，怠速现在在900左右，然后水温稍微在动了，表示水温上来了。那刚刚看了一下排气尾管，它的黑烟没了。说实在话，车子如果你常常这样子原地停着发动的话，也很容易产生那种碳灰，所以也容易积碳啊，碳灰的产生也是会有机会，所以可能目前这样看起来，我是觉得应该有好的迹象。那这个可能要出去跑一跑才知道，那就尽量不要让它再这样子原地发动好了。我觉得这样对车子也不是好的现象。偶尔可以啦，你不要常常这样子，而且时间不要长。就像很多人说，现在都不用热车，一发动就走，其实这是骗人的。车还是要稍微热一下，让底部的机油都打上来，然后油温稍微到一点，才会有好一点状况。好，那这个空气流量计、含氧感知器的清洁组装，有机会的话我这样跟开看，然后我再跟各位报告，好吧？好，先这样子哦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